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儿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我们来烤披萨，然后我要挑战自制披萨的极限版本。介绍呢一款很厉害的免揉披萨面团配方，披萨酱我们也要自己做，连披萨上面撒的 mozzarella cheese 我也要自己做。当然呢，我知道如果你觉得有点麻烦的话，上述那几款材料呢都有现成的，你可以买回来自己组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做过很多免揉披萨，那这个配方呢是我觉得最简单、最适合新手，但风味呢非常非常好，而且什么机器都不用。一开始呢就是中筋面粉跟高筋面粉各半，然后加一点全麦面粉、盐，搅一搅。好，加入我们刚刚的酵母水。然后最近新学到的一个小秘诀，就是加一点柠檬汁，我发现对面团的发酵还蛮有效的，大概1-2茶匙。接下来就用手呢把它揉到干湿材料混合，混合到呢看不到干粉，然后面团现在还蛮黏的状态是完全正常的。然后我们让它休息个15分钟。加入橄榄油，稍微延展面团，把油混合进去。很多披萨面团呢，做出来都像普通面包，但这款配方烤出来就像是大师做的，用最小力气做出最美味的职人披萨。整个过程呢都不用花力气去揉它，因为我们免揉披萨呢就是靠长时间发酵发展出它的面筋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隔夜发酵，发8到12个小时。所以最适当的时机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做，然后做完之后你就去睡觉，隔天早上呢再继续帮它分割就可以了。那面团呢我发了大概10个小时，那它其实很有弹性的，因为我发超过12个小时它其实 OK， 因为我们酵母用量非常少。你看面团长得很大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分割成2个。免揉披萨面团呢，它的特色呢就是发酵时间要很长，因为这样子它风味才会好。所以我们除了在室温发酵8到12个小时，我们现在分割完之后呢，有点像它的2发，是在冰箱里面进行的。分割滚圆后，在室温静置30分钟，放入冰箱冷藏发酵，至少发酵8小时，不一定要隔天做哦。如果你很忙的话，可以放到4天，这个面团很弹性。这次参访加州牧场，还有许多酪农交流后，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乳牛健康的重视。照顾动物真的是全年无休的工作，牛们每2周就看一次兽医，吃的是加州的牧草，还有杏仁壳，好营养。他们呢在节能减碳方面的努力，以及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加州超过90%都是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，这些用心和坚持都有反映在牛奶和起司的品质，味道令人惊艳。记得找纯正加州乳品标章，代表使用来自加州无添加的优质乳源，才是正宗的产品哦。像是好事多的鲜奶和奶油，福乐鲜奶都是100%的加州进口乳品。那我们现在呢就用新鲜牛奶来做 mozzarella cheese。做 mozzarella cheese 呢，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，整个过程大概30分钟内就完成了。然后你需要的材料呢，就3样。第一个呢就是牛奶，唯一不可以用牛奶就是 UHT 的牛奶，就是超高温杀菌过的牛奶，那样不会成功。最建议就是用全脂牛奶。第二个材料呢是柠檬酸，那你也可以用醋来替代，不过柠檬酸呢做起来的稳定度会比较高一点。然后第3个材料就是凝乳酶，这个算比较少见的。台湾的话呢，你可以透过网络上买，好像虾皮有在卖。那北美这边的话呢，其实你去起司专卖的店呢，它通常都有卖，它用量真的很少。像我今天呢，用了大概2公升的牛奶，我只需要不到2克的凝乳酶，所以我建议是买液体的，会比较适合就是家里小量制作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呢，就是加入我们的柠檬酸，那都有稀释过，然后稍微搅一搅。那牛奶遇到酸了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凝结。加水稀释的原因啊，就是让它均匀的分散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它加热到32度，再加入我们的凝乳酶。那做 cheese 的话呢，就是温度非常重要，所以就是要准备一个温度计，没办法透过目测的。温度也不能太高哦，太高的话凝乳酶就会直接开始作用。
3、2，加入我们的凝乳酶，然后数30秒，30秒到了，然后让牛奶停住，不要再动。可以看到表面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，还有一颗一颗的，好，让它完全静止10分钟，再过来看它。准备好了吗？开盖给你们看，哒哒，看得出来吗？你看牛奶已经凝结了，看哦，端端的，然后表面呢，看非常 Q 弹，厉害吧？像切豆腐一样的，把它切成块状，距离大概是5公分左右。切到底哦。然后稍微加热到40度左右。这个步骤呢是要让那个凝乳更强壮。40度，静置5分钟，有种豆腐断牙的感觉。虽然刚刚看起来很漂亮。不过呢，这么大的凝乳呢，不是我们要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稍微打碎，就变成像一锅碎豆花的感觉，还是那种豆浆最后没喝就会变成的样子。好，那就可以了。今天分享是我觉得最容易成功的方法，尤其是适合家庭小量制作。按照这个方法做 cheese 完全不难。好，这一锅是我们的乳清。那加热到85度，然后这时候把刚刚的这个凝乳整个浸下去，要让它升温，然后大概2分钟吧，都不用去动它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步骤呢，因为温度比较高，所以我们最好戴个手套，除非你有铁砂掌。然后我右手的话戴2层，因为怕太烫。好。把 cheese 呢加热到57度左右，开始揉捏它。一开始你会看到表面是粗糙的，这时候加一点盐调味，海盐哦。看到呢，刚刚很粗糙，但现在越来越光滑了，像整面团一样，好好玩哦，很像粘土一样。温度有点掉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再把它抛去。啊，非常 stretchy。不要太久，只要我们的 cheese 呢有光滑的表面就可以。哦，好，可以整形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光滑哦，很 Q。截断，2只手在后面这样，然后稍微扭一下。哦 ，mozzarella cheese 完成。我知道这个阶段呢很兴奋，会一直想玩它，但是不要玩太久。如果 mozzarella cheese 你过度揉捏它呢，它会失去那个水嫩的口感，最后咬出来会鼓叽鼓叽的。迷你的剩下来，保存方式就是在盐水里面。总共用了2公升的牛奶，最后能做出几颗 cheese 呢？总共3颗，感觉有点少吼。mozzarella cheese 真的蛮珍贵的。那做完我们的 mozzarella 呢，会剩下一大锅乳清。我自己的用法呢，是我会把它拿来煮汤。那天我用它来煮了一锅乳清排骨汤，煮出来是牛奶色的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喝。或者呢，你可以把它做面包的时候加入那个面团里面，当成水分。
那里面因为是有牛奶嘛，它就可以软化面筋，会让你的面包吃起来更柔软。那你什么都不想做，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当成水，然后跟你的比如说水果啊打成绿拿铁都可以，反正不要倒掉，它是好东西。来试吃现做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好水嫩哦，而且很有牛奶那个香气，很好吃。现在来做玛格丽特的披萨酱，很多人会去超市呢特别买披萨酱，其实真的不用，你只要呢有一罐番茄罐头，1分钟就可以做完。那这番茄的话呢，你可以买到意大利的罗马番茄是最好，没有的话你就用一般番茄罐头也没关系。披萨酱的部分，你会需要1杯番茄罐头、1点盐，香料部分是干燥的奥勒冈叶，然后蒜头磨泥。不一定要用均值机，你可以省略机器，豪爽的用手捏一捏，把番茄捏爆也是 OK。就这样，非常快就完成了，真的只要1分钟吧。的那个披萨酱呢，不用打得太均匀，因为希望留一点口感。那我觉得这比买市售的披萨酱方便多了。因为说披萨酱你也用不完，不知道干嘛。可是你剩下这些番茄罐头的话，你立刻可以来做一些番茄料理，就很方便。面团从冰箱取出来，回温到室温大概1到2个小时，然后提前半小时预热烤箱，这是我的设置。层架高度第2层放上披萨石板，250度预热至少半小时。然后我们现在呢来做整形。那意式披萨它整形的规定呢是说不能用任何的工具，对，完全用手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尝试用手来做披萨。那桌上撒点手粉，然后我们面团拿出来的时候，两面都要沾到手粉。这时候就要温柔对待它，因为我们需要保留披萨面团里面那个大的气孔，这样吃起来呢才很有空气感，然后很有嚼劲。然后用你的手指在距离边缘大概1.5公分到2公分的时候，把它按下去，按出一个框，这是我们披萨的边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可以用手指跟你的手掌替代，慢慢的把它延展，把中间厚的地方呢按薄。可以看到，就是有时候我会用关节这边，然后有时候呢我会用手指。这样呢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披萨的边边。然后这个意式披萨的规定呢，一般规定大概是12寸左右大小，你可以就以12寸为基准。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好像已经有点推不出去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有另外一个整形的手法，用你的拳头的形状在这个披萨的边边，然后呢就开始往外撑，这样子稍微把它拉一下。然后这披萨面团呢，其实它自己呢也有会受到那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往下落，所以它就会顺便被延展，所以不用太大的力气，就是稍微这样子伸展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就透过我们这个手的动作，一边转然后一边延展，哇，越来越大了。好。哇，你看现在很棒哦，然后边边都有漂亮的气孔，大概量一下我们的长度哦，好，已经12寸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撒一点 semolina 小麦粉，这是待会呢方便披萨就是滑进去烤箱，比较不会黏，不用太多，一点点，移到我们的这个，稍微整形一下。完成cheese 当然可以买现成的，好事多自有品牌 Kirkland 它的 mozzarella cheese 也是用加州牛奶制作的哦。来到最开心的组装时间，道地的玛格丽特披萨材料很单纯，只有番茄酱、cheese 跟罗勒叶而已。那你可以看到番茄酱的水分比较多，才不会在高温烤焙后烧焦。跟大家介绍这次我的2段式烘焙法，因为专业的披萨柴烧炉它温度非常高，大概500度，家用烤箱呢最高温度大概就250度而已。在这样的温差下呢，为了避免我们的新鲜 mozzarella cheese 它过度烘烤出油啊，表面变成褐色，或者是把它烤干了，那我这一次呢就采取了2段式的烘焙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把饼皮烤到半熟，大概5分钟，
抽掉底部的不粘布，来增加我们披萨底部的脆度，撒上起司块跟少许的橄榄油，最好是有淋到那个起司上。看你的喜好，你可以在这个步骤呢先撒罗勒叶，或者是出炉后再撒也可以。再度进炉烤4到5分钟，直到起司融化。出炉，这样呢既能保留我们起司最佳的风味跟质地，然后你披萨呢表面呢就像柴烧烤过一样，有一点点的那个焦点，纹路跟风味都更赞。另外一种罗勒装饰方式，你可以切成丝，然后撒在表面，也很漂亮。给大家看底部软烂的披萨是我的地雷，所以不止边边，我们底部也要脆。气孔很漂亮，哇，皮好脆啊，而且很有嚼劲。介绍这款免揉意式披萨，用最小力气做出最美味的职人披萨，跟我一起来烤披萨吧。